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穆迪，欢迎回来频道，和我一起科学护肤，理性种草。夏天来了，我们今天总结一下混油皮、油皮到底应该怎么护肤才不容易出状况，不容易爆痘。很多人一提到油皮啊，就觉得自己皮肤不好。其实油皮并不是没有优点的，因为油脂本身呢就是一个天然的保护膜，可以减少皮肤水分蒸发，不容易干燥，不容易特别早的出现干纹和细纹。所以油皮抗老是真的。但油脂如果太多呢，就会有毛孔堵塞、黑头、粉刺、闭口、痘痘的问题了。甚至如果油出现太旺盛的话呢，油会氧化，然后看起来脸很暗沉、蜡黄。先了解一下哪些成分可以控油、稳定皮脂。油皮最经典成分之一呢，就是烟酰胺。缩毛孔的能力真的绝无仅有，它不仅可以控油、抗炎、缩毛孔，另一方面呢，它还能促进皮肤自身合成神经酰胺和脂肪酸，所以让屏障是更完整。你屏障好了，皮肤就不容易因为过度清洁、刷酸而会泛红、刺痛。然后同时它还可以提亮肤色，它是减少黑色素往表皮细胞转运的，抑制这个通路。所以长期下来呢，你的痘印、暗沉也会看起来慢慢变淡一点。像我混油皮，我最早让我觉得一个有效成分特别管用的就是烟酰胺了。那个时候我才知道，哇，原来功效型成分这么有效。还有一个成分呢是 Zinc PCA， 它也有时候经常加在烟酰胺的精华里面，也是专门控油、调节皮脂的。还有像如果夏天脸出油比较多、容易泛红、闷痘的人呢，绿茶类产品也会用起来比较舒服，还有抗氧化的功效。第二类成分是针对毛孔、黑头、闭口的。如果油皮只能让我选一个酸，我一定会优先选水杨酸 BHA。 水杨酸呢，它是脂溶性的，它可以钻进油脂比较多的毛孔环境里，帮助疏通毛孔，改善黑头、闭口、粉刺。你用一段时间，最明显的感受就比如说下巴有些疙疙瘩的闭口啊，或者鼻头有一些白头，那种小颗粒，那些粗糙感的纹理都会不见。第三类成分呢，就是因为油脂太旺盛，油脂一氧化了，皮肤粗糙暗沉、蜡黄就来了。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去角质的成分果酸 AHA， 比较强效的是甘醇酸 glycolic acid， 然后乳酸 lactic acid， 然后是比较温和的杏仁酸。它们都是帮助代谢你的老废角质，让皮肤摸起来更平滑、更亮。如果你发现你肤色暗沉、粗糙暗哑，上妆不太服帖，很卡粉的话，那你就该刷果酸了。第四类就是针对油痘肌、长痘痘、白头粉刺或者那种脓包型的粉刺怎么办呢？那就要用维 A 类产品，视黄醇、视黄醛、处方 A 酸，还有我特别喜欢推荐给油痘肌的非处方类 A 酸阿达帕林 Adapalene Gel。维 A 类不仅是减少粉刺，让皮肤更平滑，而且它在抗老层面呢是可以减少胶原蛋白被分解，长期的促进皮肤更新，减少松弛，让皮肤更有支撑力的。尤其是处方的全反式维 A 酸效果是最好的，更偏向抗老这方面。记住，所有的酸类 AHA、BHA、A 酸都要从低浓度到高浓度的去建立耐受，不要贪快。你可能这辈子是一直要用这些产品的，这些维 A 类成分的，所以不用那么着急一下进阶到最高浓度的，需要找到自己适应的频率，合适的护肤步骤去加入它们。早上洗脸尽量不要选含酸的，要用温和的泡沫洁面、氨基酸洁面或者油类友好的 gel cleanser 啫喱洁面。我很推荐 Youthful People 这个抗氧化绿茶洁面，就很适合作为油皮的晨洁。它会把晚上你分泌的油脂、汗液都洗掉，而且是可以打出清爽的泡沫，洗完脸很柔软，不会紧绷。里面添加一些抗氧化成分，像绿茶、羽衣甘蓝、菠菜这些植物抗氧化的。精华呢就要用抗氧化加控油的了，保证你的脸一天不暗沉的同时可以减少粉刺。如果你想叠加的话，你就先用 VC， 因为 VC 一般都是比较水状的，然后你再用烟酰胺、绿茶、Zinc PCA 那些成分，这样你抗氧化、控油都做到了。或者像我一样怕麻烦的人啊，我就直接来一个一支搞定，用一个复合配方的 VC 加烟酰胺的。像我之前推荐过这个 Nabuzin No.5，
它属于韩系的全家桶提亮精华，核心就是5%的烟酰胺，4%的传明酸、熊果苷、谷胱甘肽，还有多种维生素 C。配方是非常复合，帮你提亮、抗氧化，各个的方向都做得很完整的。我一直都说越复合的抗氧化精华效果越好。然后第3个步骤就是最重要的防晒。油皮防晒呢，我们一定要选清爽不油腻，涂上脸没有那么泛油光的，也是我防晒大赏里面通勤类的防晒那一档。为什么我不再上一个面霜再上防晒呢？因为现在防晒霜已经不单纯是只有防晒剂了，几乎每个防晒霜都会加很多保湿成分，比如像甘油、透明质酸、泛醇、神经酰胺，甚至还有一些抗氧化的，你连 VC 都可以省了。所以你在天热的时候，尤其夏天，你不用再多涂一层乳液面霜了。油皮就特别需要2次清洁，油溶解油才能把毛孔里的脏污洗干净，千万不要用物理磨砂膏。如果你真的想去角质，就用化学成分，像我刚才说的 AHA、BHA。你破坏了皮肤屏障之后，出油更多，发炎更多，你的痘痘也更不容易愈合。那油类产品一定要选温和、不刺激、不含有刺激精油的、不含有香精的，成分尽量精简的。那我自己用了5年的 Cow Brand 牛乳食碱，这又是一瓶新的，我现在浴室有1瓶正在用的。成分列表短，适合敏感肌，乳不乳化都能把脸洗得很彻底，而且你怎么洗都不会有残留，你的彩妆什么防水睫毛膏都可以卸掉的。特别平价，而且它还有替换装。我每次就去日本旅游啊，或者在网上就买替换装就好了，把它倒进去。还有一个在我心中排名第1的是韩国的 B-Plane， 好，跟它也是并列的状态，都很好用，无缺点的卸妆油。它们全都是那种油感不重的、流动性很强的水状油类，不会像 DHC 那种油乎乎的啊，糊眼睛。那晚上洗面奶呢，可以比早上清洁力稍微强一点。近期用的蛮好用的这个 Remedy Gel to Foam 有 Salicylic Acid 有水杨酸的这一款，它里面有 0.5% 的水杨酸，属于辅助性的 BHA， 你不能说完全代替你的 BHA 去角质，因为洁面的停留时间比较短嘛，所以效果会更温和，你是可以每天都用的啊。专柜找不到替代的，推荐了很多次的 CeraVe Cream to Foam， 它里面有3重神经酰胺、氨基酸还有透明质酸，洗完脸之后不会紧绷，特别的舒服，而且能把你所有的残留彩妆、残留的一些油脂都洗掉。Remedy 也一款，我觉得是有点学 CeraVe 的啊，也是 Cream to Foam， 我觉得它的保湿力会更强一点，更适合油皮在修护期去使用。比如说那段时间你做一些医美激光啊什么的，你不想让洁面太刺激，你可以用这种 Rich Cream to Foam。第2步重头戏就开始功效型的护肤了，让你皮肤不长痘痘、不发炎的关键，水杨酸、果酸、A 酸3选1。我们不要每天把所有的功效都叠满，根据当天皮肤状态去调整。比如说今天你出油闭口多，你就用水杨酸；你今天脸有点泛红、有点刺，就先别刷酸，我们改成修护、舒缓泛红的。如果你当天痘痘比较多呢，有这种红肿大痘什么的，你就可以用水杨酸 BHA 加上阿达帕林。阿达帕林就不要全脸去用了，因为你已经刷了水杨酸嘛。要根据你皮肤的状态去调整产品的用量。油皮已经知道宝拉甄选的 2% 的水杨酸，水杨酸鼻祖了吧，这应该是。如果你是耐受的油皮，黑头闭口比较明显的，这个 2% 的浓度是很有效果的。它配方很简单，它就是 2% 水杨酸、绿茶，还有一些保湿溶剂。还有一个很好用的是他们家新出的 1% 的水杨酸。那如果你皮肤比较泛红，就容易一刷酸脸颊就敏感呢，你可以试试这个。它没有原版的这么油哦，它涂上就像那种水精华啫喱，配方是很补水保湿的那一类，也不会脸刺刺的，它浓度低一些，同时还添加了像尿囊素、蘑菇提取来舒缓滋养皮肤。我还蛮喜欢这个质地的，我感觉比原版更适合长期用，而且你1周可以多用几次也没关系。像 AHA 果酸呢，就更适合处理皮肤表面的粗糙暗沉，还有摸起来会不细腻、上妆不服帖的状态。The Ordinary 最经典的 7% 的甘醇酸，我把它叫焕肤水。
甘醇酸呢是 AHA 里面分子量比较小的，它的渗透感和存在感都会更强，效果也是最强的。但它加入了一些保湿的舒缓成分，比如像芦荟水、甘油、丙二醇、人参提取，还有像氨基酸、PCA、乳酸钠、尿囊素，包括他们家经典的 NMF 天然保湿因子，所以它涂上不会脸瞬间干燥啊，像那种涂了酒精似的那种，它没有。如果你是敏感肌呢，像甘醇酸我会避开脸颊就这一块颧骨这一块容易泛红的地方。油痘肌最推荐的维 A 类呢，还是阿达帕林 Adapalene Gel， 是非处方的 A 酸，它主要针对就是你的闭口、粉刺。那新手呢，你从1周2到3次开始，慢慢的增加频率，晚上用。你注意所有的 A 酸啊，只用豌豆粒大小的就可以了，大概直径5毫米左右的圆点，点在你的额头、两颊、下巴、鼻子周围，然后轻轻给拍开，薄薄的涂完全脸，或者阿达帕林你点涂在你痘痘处也可以。敏感肌不用全脸涂。当你 A 酸建立耐受了，比如说1年之后你的痘痘完全控制住了，你可以慢慢进阶到全反式维 A 酸，也就是 tretinoin。全反式呢，它也有抗痘、祛痘的能力的，但它主要是偏向抗光老化、减少细纹，让你肤质变平滑。它是维 A 类研究里面最有效的抗老成分，研究数据是最多的。而且它不是浓度越高越好啊，是要保证你能坚持一种浓度一直用，脸不会烂、不会过敏、不会刺痛、不会泛红，这个浓度是最适合你的。但如果你觉得 A 酸太刺激呢，也可以考虑市面上卖的一些 A 醛、A 醇。我比较推荐雅漾的 Retinol 0.1， 就路径呢是更接近维 A 酸的，它只需要1步转化就可以到 A 酸，就温和又见效比较快的。然后肤感呢还是那种 cream 的质地，和 tretinoin cream 还蛮像的。A 醇的选择就太多了，咱们尽量选配方精简、无香料、无酒精、无刺激成分的，这样你方便去建立耐受。要不然假设你烂脸了，你都不知道什么成分让你皮肤变得敏感。我很喜欢的露得清 Rapid Wrinkle Repair， 我觉得它的效果甚至和我的 A 酸差不太多，你会感觉皮肤很平滑，你的细纹啊，包括眼周的这个纹路都会变少，就是像乳液一样涂在脸上很快的吸收。像我经常就是洗完脸直接用它一直搞定了，我其他什么都不用，非常的精简高效。那我自己搭配的频率呢，是你 A 酸你可以隔1天1次，这样1周比如3到4次，然后剩下2天你可以刷 BHA， 然后1天去刷 AHA， 或者你看怎么样把它们分开用啊，尽量不要同一时间使用各种酸类。然后最后呢，就是如果你上完 A 酸觉得脸还是有点干，可以上一个修护保湿类的面霜 Innisfree 这个绿茶籽保湿面霜，我这又是一罐新的，我已经用了很多罐了，我很喜欢它质地，它就像啫喱乳液的感觉，非常清爽好吸收，不是单纯的补水，它里面还有甘油、5种玻尿酸、绿茶负责抗氧化舒缓，还有角鲨烷、神经酰胺、胆固醇这些增强屏障成分。我记得我2个空瓶机都说过它吧，特别喜欢，夏天必用的面霜。还有就是屏障受损一定需要的理肤泉 B5 面霜啫喱款，这我几乎上半年每个视频都在说它，它不像原版的 Balm 那么厚重，我经常是在刷酸之后或者皮肤有点泛红啊、刺不太稳定的时候用，瞬间像给皮肤灭火了一样，特别的舒缓，保湿力很够，但完全不会闷，不会觉得有油膜厚重的感觉。好，这期就是我给油皮、混油皮的保养思路。记住，油皮最后我们不是要变成大干皮哦，而是要脸变得干净、平整、稳定，不出状况。好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喜欢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关注我频道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还想看更多合集的，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哦。我们下期见。